嗨，大家好，我是阿森。那一说起幼儿园啊，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温馨而快乐的地方，每一个人曾经都在这里啊，应该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吧。而今天我们要去探寻的这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幼儿园了。因为当它废弃了以后呢，有人就时常会听到啊，从幼儿园里面发出的那种孩童的笑声，还有哭泣的声音。因为这里啊有闹鬼的这种传闻，甚至一度成为了都市传说最凶险的地方。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幼儿园呢？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啊，就要从这里开始。下来了，哎呀，刚才费了不少的功夫啊。其实是找这个幼儿园，总算找到以后呢，我却发现它被这些红砖墙啊，还有旁边的这些铁皮所封挡住了。要想办法从上面翻下来了。因为过去这个幼儿园啊，就必须从这个阶梯呢这样下来，现在已经覆盖了很多的垃圾，路都不太好走。哇！这就是幼儿园里面的，你的空间啊，还是特别的宽敞。四周全部都是这种红砖的老房子，应该在过去就是家属区吧。而这个幼儿园呢，它也就建在这个家属区的里面，在过去应该是属于这种私立的幼儿园。旁边那个地方还有幼儿玩耍的一些东西。那据说呢，这个幼儿园啊，它创办于上世纪大概80、90年代左右吧，一直开办到了大概2001年的时候啊，就突然宣布永久停业了。而幼儿园的老师和这些小孩啊，好像就在一夜之间，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学校荒废至今啊，留下的只有空荡荡的教室，还有这些一栋栋的危楼吧。所以一时之间呢，这里也就吵得沸沸扬扬的，就有了很多奇怪的都市传闻。你看，在我旁边的这个篮球框啊，它上面的这个木板都已经消失了。在过去，这里应该是运动的地方。周围现在茂密的这些杂草林啊，感觉都已经把整个建筑给吞没了。你看旁边的这栋家属区啊，现在已经是一栋危楼了，目测应该是5层楼高，每一层啊应该都有10几户人家吧。在过去是没有电梯的，就是从这种小楼梯啊这样走上去。你看旁边这里都已经，这是被封了吗？还是什么情况？上去看一下。看一下以前的职工房是什么样的。哇，那边好像都已经堵了。看这一面，在过去啊，他们的这种洗手的地方呢，都是在房子的外面，现在已经被拆了。这就是以前的这种房间，是有点像宾馆。时间是1994年。你看这些房间，风特别的大。而我们要去看的那个幼儿园呢，应该就在下面了。走。看这周围，周围这些黄角树啊，
还蛮粗大的。而这些区域已经完全变成这种杂草林了。远处在施工，因为这里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危楼，所以我估计要不了多久啊，应该也会慢慢的就被拆掉吧。不过仍然保持着上世纪那些建筑的风格，还不算是残垣断壁。不过这些窗户，还有你看这进门处啊，就这样了。这栋楼大概是3层高，看上去也是特别的古旧，有点像是那种苏联时期的建筑。是不是看上去有点阴森？那在底下。哇，杂草林啊，杂草已经特别的高了。而幼儿园呢，它的入口就在这里。这里应该就是传闻中啊闹鬼最厉害的这一所幼儿园了。现在它的 logo 好像已经被那些植物所遮挡住了。在过去，曾经有不少人呢都说在这里啊，好像是听到或者是看到过一些奇怪的东西。不过现在你看这些杂草林啊，都已经把整个铁门呢给堵住了。地上还散落了很多小孩曾经的一些玩偶。这应该是唐老鸭吧？我小时候就玩这个，你有玩过吗？看上去这是一个跳床，这边还有一栋建筑。嘿，好，这就进到这个幼儿园里面了。哇，好大的风！这一面是卫生间。特别的破旧，地上有很多的像橡胶轮胎一样的东西，旁边还有许多的这种跳跳球。这应该是办公室吧？看这蜘蛛啊！这个走廊。这一面的铁门和这个门是连通的，涂鸦墙。建筑保存得还算不错。嘿。流星花园，哇哦！这个教室里面啊，空荡荡的，墙上的这些照片啊，都已经完全看不到了。过去小孩娱乐的地方，不过很潮湿啊，连这些墙纸都掉落下来了。嘿，
好多的床。这小孩以前中午午休或说晚上的时候呢，就睡在这里。哇，每一个床不是很大，幼儿园嘛，小孩都不会特别的高，大概可以容纳10几张床，也床都翘起来了。家具还蛮鲜艳的。听到什么声音？小孩玩乐的地方。童年应该过得蛮快乐的。你追我赶，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啊，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了吧？每一个教室上面啊，都布满了蜘蛛网。同样的布局，里面也是比较的凌乱，地上散落了许多的玩具。听到什么声音？哇哦，这里都破洞了。哇，好大的风啊！这个房间里面的床很多都已经被搬走了，还是拆除了，现在只留下了一张床，上下铺的。你这外面被这些铁皮啊封得严严实实的。看一下外面。能看到有什么吗？有点不好拍啊。看这边，看一下外面。差不多的格局，看来在过去的这职工家属的小孩啊，应该蛮多的，一个班至少也得有10几个人嘛。这里至少得有好几个教室。上面挂了很多的这种铁扣，应该是过去挂气球还是挂什么的。哇，这是谁在这个墙壁上啊写上了死？旁边还有 SOS 求助。看这位。哇，这好像来到了住院部，那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写上的就是住院部。应该都是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格局，因为这样的地方啊，特别的潮湿，特别是到了梅雨季节啊。像有些时候下雨可能会连续下1个月。哇哦，地上有很多钟垫，看来床应该都全部被搬走了，还是都坏掉了。地上却有很多的这种木条。
这里有一个床，好像是个双人床哎，嘿，还蛮奇怪的。这是生活老师的双人床吗？现在被掩盖起来了。哇，这地上还有一个小孩的，应该是小军裤吧？你看，非常小。这所幼儿园的名字应该是叫红太阳幼儿园吧？那关于它为何会变得如此的神秘，是因为有人说曾经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的老师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后来无处申冤，然后就自杀了。还，哇，吓我一跳，是风吹的，吹得那个哗哗哗的响。还有人说，是这里曾经发生过恶性的伤人事件吧？当时造成了10几名儿童死亡了。不过各种说法都有，现在这里面确实显得格外的荒凉。你刚才就是风把这些胶条吹得哗哗的响。大富翁在过去都很喜欢用这种绿色的门。原来刚才消失的床全部都被搬到这里面来了。根本没法走进去全部把路堵完了。就是因为这些荒废很长时间的场景再加上看到的那些奇怪的涂鸦，还有人听到晚上有小孩的哭闹声，所以才让这个幼儿园变得更加的诡异，或者说是神秘吧。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区，你这些残破不堪的窗户现在全部都已经挤满了蜘蛛你这铁皮应该都垮下来了吧？这整个屋顶全部都掉落下来，掉在地上了。这边还有一些儿童的游乐设施。这边还有一栋建筑，看一下是什么。这里面蛮黑的，地上有一些破烂的玩具。这好像通到后山去了，还是什么？杂草林你这是洗手台。嘿，这里是卫生间吗？那个布遮挡住的那个是什么？我过去看一下。嘿，看一下，也是一条路，看到吗？这是一个淋浴间，非常的简陋。这里还有香皂，还有一些洗头的。看这上面这铁皮非常的锈浊了。这是一个什么房间？也是空荡荡的。是另外的一个办公室吧。
哦，这是厨房了。你看厨房的用具，里面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掉落下来了，先把路都已经给堵住了。而后面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像垃圾场一样的地方了。我个人觉得，这里应该是属于上世纪的职工幼儿园吧，因为在当年啊，这个工厂很多地方呢都倒闭，出现了很多的下岗职工。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啊比较的偏僻吧，这些职工搬走或离开以后呢，自然这里就没有生源了，然后慢慢的就倒闭了吧。我刚才也在里面啊探寻了一番，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所以那些灵异的说法、奇怪的传闻，也许呢只是一种假说吧。不过你看荒废以后的这个幼儿园啊，现在墙壁上的这些奇怪的字体啊，再配合上这样的场景，真是也让人啊有一些不寒而栗吧。好吧，那我现在得赶快离开这里了，要不一会儿啊真的有什么东西出来，那可真是麻烦了。那我是阿生，我的旅行啊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从这边走出去看一下，这是它的铁门。哇！红太阳幼儿园，好吧，那这里就是这样了，拜。哎，稍等一下，刚才啊，我在离开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幼儿园的旁边啊，还有一栋蛮高的3层的建筑，有点像是那种舒适的建筑。那这一栋建筑里面到底有什么呢？而我刚才发现，在这个幼儿园的旁边这里呢，有一个洞，好像可以直接进到这栋建筑里面。那我们再进去看一下。哇，嘿，哇，这里面特别的宽敞。哇哦，里面竟然是一个剧院，你看它的高度啊，至少得有10几米高了。而底下这里呢，就是舞台。这舞台和我们以往看到的舞台是不是很像？而且也是蛮大的。中间的这个帘幕呢，都已经特别的破烂了。上面的，哇，上面竟然还是木质的结构，你看。是不是还挺有趣的？它还不是那种钢架结构。这一面也是，这舞台现在都没法上去。看一下它底下，你看这舞台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像暗道一样的地方，应该是检修口啊。怼进去看一下，还蛮深的。木质的舞台。以前的座椅啊，全部都已经被清空了，现在留下的都是这种用纸包着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啊。那上面舒适建筑，不过中间应该是一个五角星吧，红星闪闪，是不是还蛮鲜艳的？周围都是墨绿色的，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番景象了。这是一些建筑的材料，缝线，这边也可以通出去。这里应该就上到2楼。这边去2楼应该挺危险的了，因为它的这个2楼啊都已经坍塌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1楼。哦，这一面是一些柜子。想当年啊，这个家属区就在这个剧院的旁边，不仅平时啊接送自己的小孩很方便，而且
看电影、看戏剧呢，那同样也是特别的方便了。好吧，现在我真的得离开这里了。那个地方就是上去的2楼，这是已经蛮危险的了。你看上面的这个顶啊，还不是那种纯粹的天花板，而且是这种镂空式的，里面都能看到那种木质的结构，是不是还蛮有趣的？红星闪闪。好，走了。这一次真的走了。过去的剧院，嘿，又看到了一个。现在这个门都变成这样了。后面的瓦屋。又从这里出去，再看一下这个家属院，就在它的旁边，非常近啊！家属在当年也应该得有好几百上千人了，而这里后来变成了一个什么老年活动中心啊！现在我们又得从这里啊爬出去了。看，就从这里，好吧，再见了。